终于知道小五这倩倩的性格到底是随谁了。这天，小五叼着树枝，很艰难地从滑梯爬上木架，而趴在一边的芒女士的手一直都在蠢蠢欲动，直到小五上来后，彻底背对着他，芒女士便猛地起身，一巴掌就把小五打倒了，然后自己还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跟个没事熊一样，仿佛刚才的那一切都不是他做的。就看芒女士这幼稚的行为，他儿子小五现在1岁，他最多也就3岁，真的不能再多了。也正是因为芒女士爱玩的性格，所以芒家大院整天都有看不完的好戏。最近芒小五很爱偷吃妈妈的小苹果，有时候甚至很嚣张地躺在吊床上慢慢地吃，俨然一副纨绔子弟不差钱的感觉。这小样看着真的很欠。这天，小五又偷偷地打包了妈妈的小苹果，躲在内圈门口吃。本来他仰着脖子吃的还很享受，谁料芒女士这个时候回来了。小五见状，赶紧拿上小苹果，转头就跑。但显然芒女士已经洞察了一切，直接跟了上去。可想而知，接下来镜头之外会是多么母慈子孝、感人至深的一幕。然后第二天，芒女士正坐在院子里惬意地吃着竹筒串串，小五从屋里飞速冲出来，然后按着芒女士就是一顿输出，像是在怪妈妈有好吃的却不叫她，竟然自己偷偷吃独食。还有一次是芒女士在木架上睡觉，小五自己打包了一根竹子上来吃，结果芒女士看到儿子的竹子就开始咽口水，然后顺势躺在小五前面，薅住小五的竹子，一边吃一边拽。小五肯定不是他的对手，没几下就给小五夺了去。这天，这娘俩躺在木架上，小五啃着妈妈的手，芒仔一本正经的挠痒，却不知挠的其实是小五的脸。看得出小五这会也挺无语的。这娘俩真的一天天的具有节目，打打闹闹，互为丰容，每天都是大家的快乐源泉。老五，就没有一位姨能帮我报警吗？嗨，算了，这班不上也罢，干脆躺平算了。前有大飞机被抬走，小五扶树嚎啕大哭，经由敞篷汽车拖去维修，小五继续嚎啕大哭。前几天坐在车里有多嘚瑟，现在哭的就有多痛。估计小五心里有一种当了10天半的长安大世子，一觉睡醒又被贬回平民的感觉。小五每天都在卖力整活，努力挣来的家当却都不翼而飞了。小五躺在木架上翻来覆去，实在想不通，内心 OS： 难道我莽小五的熊生只能在得到又不断失去中度过吗？现在就算莽妞妞突然消失了，我都不稀奇。小时候爬树困难户的芒小五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他的命中情树，并且成功登顶，结果第2天小树就被墩墩奶爸砍了。后来粉丝一送了他一辆大飞机，小五和莽妞妞都很喜欢，母子俩每天都在为争夺机长之位大打出手。但好景不长，因为天气逐渐变热，元芳害怕他们娘俩会中暑，就给抬走了。第2天发现大飞机不见的小五伤心欲绝，幸好当时有满院子的草飞为伴，但后来因为元芳考虑草太高有安全隐患，害怕有游客丢下的东西不能及时发现被小五误食，所以小五一觉醒来草飞又不见了。看到院子里光秃秃的小五，趴在充电桩上 emo 了好久。后来金主爸爸给小五送了一辆大跑车，母子俩都挺喜欢，整天上演夺车大战，而且短短几天小五就会单手开跑车了。看着这嘚瑟劲儿，妥妥的拿捏了纨绔子弟的气质。然而因为跑车需要维修，小五一觉睡醒跑车又不见了，老是这么弄，吓得孩子晚上不敢睡觉了，怎么办？跑车被拖走后，莽妞妞和芒小五互相责怪，小五认为是妈妈偷偷把跑车藏起来想自己玩，而莽妞妞认为是儿子不争气，还没玩几天汽车就被收走了。小五为了报复莽妞妞，还从木架下面偷袭了她。躺在木架的莽小五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一切繁华都如过眼云烟。小五心想，对，没错，以后你们只配看到躺平的我。前这位正在享受刀削面服务的小家伙叫诚实，因为是程记妈妈第10个孩子，故按谐音取名诚实。诚实小时候特别与众不同，是一身灰白配色，他也是同样拥有灰白配色的季憨憨的小舅舅。诚实从出生就是一只特别的存在，他是2016级的老妖，出生体重却足足有204克。要知道大熊猫幼崽出生体重一般在100克出头，他的外甥女程浪出生时只有42.8克。诚实从小就肉嘟嘟的，深得大家的喜欢，美奶妈也是经常抱着亲个不停，因为他灰白的毛色和胖乎乎的模样，也因此得了很多的外号，比如小灰灰、肥灰、肥肥等。而且因为诚实从小表情就特别严肃，也被大家喊作老干部。因为诚实出生的比较晚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总是和小伙伴不赶趟。别熊睡婴儿床的时候，诚实在睡育幼香，别熊出去晒太阳，他还只能睡婴儿床。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和大家一起玩了，结果不是哥哥欺就是姐姐打。他们这集不仅有饭霸梅兰肉帮，还有爱聊架的天线宝宝奇艺，隐形战神奇果更是不好惹。但是我们小灰灰也有硬气的时候。这天奇艺看到独自在树旁趴着的诚实，准备上去撩闲逗逗他，结果诚实一反常态，把前掌举在空中，冲着奇艺大喊：“你
把其一吓得一激灵，然后就默默地走开了。果然，老师熊爆发时威慑力也很大。小时候的城市酷爱睡觉，江湖上至今还流传着他充电2小时活动5分钟的传说。而且城市自小脑袋就长得大大的，所以经常能看到他的大脑袋被卡住。这天，诚实的大脑袋被卡在树杈上，极力想挣脱的表情简直萌化了，而且他的小脚丫也在使劲儿。最后把脑袋拔出来的那一刻，头套都变形了。还有另一次更惨，本来卡头已经很难受了，还被亚运伺机报复，挠脸又咬嘴的。不过他们也只是打闹而已，并没有伤到对方。诚实和文文的互动更搞笑，不是黏黏糊糊的贴在一起，就是决斗现场，主打一个反差。有一次亚运和文文在泡澡，结果诚实硬是凑过来了，在他坐下的那一刻，水池里的水都流掉了1/3，气得文文直翻白眼。如今马上8岁的诚实出落得更加帅气了，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和喜欢他。打扫卫生的临时工，到如今家喻户晓的野培专家。穆世杰和大熊猫的情缘到底能有多传奇？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穆世杰见到了误闯村庄的大熊猫，他瞬间被眼前憨态可掬的黑白团子吸引了。后来他便放弃了外出打拼的机会，在09年到核桃坪基地应聘，成为了园区里的一名清洁工，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清理大熊猫吃剩的残竹以及粪便。就是这样的一份工作，穆世杰风雨无阻，一干就是9年的时间。2008年汶川突发8级地震，卧龙受灾严重，笼舍坍塌，大熊猫四处逃窜。曾经山清水秀的卧龙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一片狼藉。因为这9年的工作，让穆世杰对大熊猫的感情更加的无法割舍。即便他不是饲养员，他也仍然奔走在救援的一线。余震过后的进山搜救工作也非常的艰难。穆世杰凭借自己对大山的了解，和同事们一起上山寻找逃散的大熊猫。那一天下了1天的雨，我们挺饿的，我记得没有带什么多的这个吃的，多数背的是熊猫吃的，像这个竹笋啊、胡萝卜啊。我们饿了没有办法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吃那个给熊猫吃的胡萝卜啊。这样回来了的时候，我记得每个人身上全身是湿透了的，而且都是血迹斑斑的，全身上滴满了的那个蚂蟥。搜救工作结束后，大熊猫也都被转移到其他的地方。穆世杰本以为他和大熊猫的情缘到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在他去和基地领导告别的时候，却迎来了意外的收获。穆世杰被破格录用为正式的饲养员。自此以后的10几年里，他基本都在野培工作的一线。因为经常走山路，他的膝盖出了问题。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，它的咔嚓咔嚓的响。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，当时我是哭了。我哭的是，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，不能陪他们了。尽管他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纪，他还是申请回到一线工作。其实像木奶爸一样的饲养员我们有很多，即便他们很少出现在镜头前，却同样把大熊猫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珍爱。